山脚下的屋檐下，几个男人围坐在一起抽烟、喝茶，听着收音机传出的新闻。他们几乎从不插手家务，不下地，不挑水，不砍柴。一个女人经过时，把装满水的木桶放在门口。在这里，性别的秩序似乎被颠倒了，女人们肩扛生活，男人们安坐家中，女人出门劳作，男人留在屋里，女人在烈日下翻地，男人在阴影里打盹。外人初来乍到都会惊讶，为什么这个部落男人像闲人，女人却成了顶梁柱？这个神秘的民族叫阿卡族，一个生活在中南半岛高山丛林之间的古老族群。他们的足迹横跨老挝、泰国、缅甸和中国云南边境，属于典型的跨国民族。同样是阿卡族，生活在中国云南的村落已修通柏油路，孩子们上着现代学校，妇女在节庆时才穿上传统服饰拍照。而在老挝北部山区，这一切仍停留在原始的节奏里，女人一生劳作不息，男人的地位却高居不下。其实这个少数民族在中国的云南省份更被人熟知。按照这里的习俗，阿卡族妇女从怀孕之日起就要裸露左边的乳房，一直到孩子2岁。这是因为他们信奉乳房裸露在外才能吸天地之甘露，孩子吸奶之后才能健康成长。事实上，这和阿卡人崇尚生育文化是分不开的。即使是那些穿着现代服装的当地女孩，也会时不时地撩起上衣来擦汗，对身体的裸露毫不避讳。通常情况下，阿卡族妇女少则生4、5个小孩，多则7、8个，因此她们的乳房也就常年裸露在外。故此，人们也就习惯地把这里的阿卡人称为露奶族。这个民族是否和中国的露奶族一样迈向现代发展？人们的生活是否依旧按照以前的生活习惯一样？本期我们将走进这个被颠倒的世界，透过老金、阿乔这些真实人物的生活，去看见一个母亲如何在山林间背起整个家庭，一个少年如何在知识与传统之间挣扎，一个民族如何在贫困与信仰中延续自己的命运。从老挝北部的琅勃拉邦出发，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路向北，车轮在碎石上颠簸，尘土混着雾气，像一层永不散去的幕布。越往山里走，信号越弱，道路越窄，最终只剩下一条羊肠小道。再往前，就只能靠双脚攀爬。就在这片常年被云雾包裹的高地上，阿卡族的村庄散落在山脊之间，木屋依坡而建，屋顶覆满青苔，烟雾从屋顶升起，与云雾融为一体。阿卡族是老挝境内少数几个仍保持传统生活方式的山地民族之一。他们的村落多分布在海拔1000到1500米的山腰上，依山就势，靠近水源。村外是陡峭的梯田和原始森林，村内没有电力，没有网络，甚至连一条平整的道路都没有。孩子们上学要走3个小时山路，若遇雨天，泥路湿滑，常有人跌倒受伤。地理的封闭让阿卡族成为山林的子民，他们几乎与世隔绝，世代以种植玉米、水稻为生，偶尔上山打猎、采药。耕地面积有限，肥力不足，收成只能勉强维持温饱。干季缺水，雨季泥泞，很多村民在屋檐下挖沟渠引雨水储存，这是他们的自来水系统。因为山地环境贫瘠，他们对土地怀着敬畏。每次开垦新地，长老都会举行祭祀仪式，祈求山神宽恕。仪式中，男人点火、念咒、杀鸡，而女人只能在远处围观。尽管他们劳作最多，却没有资格参与与神沟通的环节。在老挝境内，阿卡族与邻近的赫蒙族、克木族混居于此，他们之间互不冲突，但交流不多。村民说的语言与老挝语差异很大，外来人即使懂老挝语，也听不懂他们的方言。正因如此，阿卡族的传统文化、习俗与生活方式得以完整保留，但也因此与外界的现代化脱节。相比之下，中国云南境内的阿卡族早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。那些同样的银饰、同样的服饰，如今出现在游客镜头前，被称为少数民族风情的象征。年轻人会说普通话，
家里装有电视，村口甚至设有民宿。云南的阿卡族学会了把文化变成生计，而老挝的阿卡族仍在用身体换取生活。两地的距离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国界线，更是时代的分水岭。老挝阿卡村的男人很少下山，他们说外面的世界太远太复杂，而女人则必须每天往返于山林与家之间。他们砍柴、种田、挑水，还要照顾孩子与牲畜。对他们来说，山既是生命的源头，也是枷锁。而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数百年。在老挝北部的阿卡村，天刚蒙蒙亮，山间的雾气还未散去，鸡鸣声已此起彼伏。屋里火堆的烟雾弥漫，女人们早已起身，她们先添柴、烧水，再舀出昨晚剩下的饭煮成稀粥，分给家里人吃。男人们还在屋里吸着烟、喝茶，孩子们半睡半醒，而女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山路尽头。阿乔就是这样度过每一天的。他背着竹篓，脚上缠着破布，头顶压着比脸还大的银饰，腰间插着一根纺线杆，边走边纺。他每天要步行几个小时，穿过潮湿的树林去砍柴，或者去田地除草、播种。太阳升起后，山里的空气逐渐闷热，汗水顺着他的脖子流进衣领，他却没有时间擦拭。阿卡族的女人习惯用沉默面对疲惫。到了中午，阿乔会在山脚下找块石头坐下，掏出随身带的干饭团，偶尔搭配几片野菜叶。他身边的竹篓里已经堆满木柴，而他的脚底沾满泥。这样的生活是他每天生活的必备流程。在阿卡族的世界里，女性的工作从未有休息日，砍柴、挑水、种地、养猪、纺线、照顾孩子，一切琐碎的生活都压在他们肩上。而男人们则在屋檐下抽着旱烟，修农具，偶尔出门参与村里的仪式。若有人问起男女分工，他们只会平静地说：女人勤快，男人有智慧。在阿卡族的观念里，女人天生该劳作，而男人天生该思考。这种思考往往体现在祭祀和权力上。每逢节庆或村里有人生病，男人会披上长袍，念咒祈福，而女人则在远处默默准备贡品。她们不被允许靠近祭坛，也不能直接触碰祭祀用的器皿。她们可以付出，但不可以参与；可以奉献，却不能发声。阿乔38岁，看起来却像50多岁。她结婚早，15岁就成了母亲，30多岁时已经生了10几个孩子，有人活着，有人早夭。她的身体早已被劳作磨得僵硬，双手粗糙得像树皮，可她仍在坚持，因为在阿卡族，女人的价值就藏在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里。她能背多重的柴，能养活几个孩子，能在地里干多久的活。夜晚，阿乔挑着木柴回家，屋里的男人还在火堆边抽烟，他没有抱怨，只在门口默默放下柴，弯腰添火，煮饭喂猪，孩子围着火堆打闹。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命运，也是秩序。他不曾质疑，也不曾幻想别的生活，因为在这个世界里，女人不属于自己，她属于家族，属于丈夫，属于孩子，属于山里的土地。偶尔他会听说隔壁山那边的中国阿卡女人坐车下山，在城里卖银饰，穿上彩衣拍照，他只是笑一笑，说那是他们的命，语气里没有羡慕，也没有怨言。他相信每个人生来就有自己的山。在阿卡族的世界里，男人的生活节奏与女人截然不同。清晨，当女人已经下地劳作，男人才慢悠悠地起床，围坐在火堆旁，点起旱烟，望着屋外渐亮的山雾。屋里的空气弥漫着草木烟味。男人们谈论的不是地里的收成，而是村里的新闻，某次祭祀是否顺利，谁家的孩子生了病。劳动不属于他们的日常，思考与仪式才是他们的职责。这种性别分工源自古老的阿卡社会结构。阿卡族仍保持以父系家族为核心的村落制度，所有重要事务的决策权都掌握在男性手中。无论是分配土地、修建房屋，还是村落祭祀，发言的永远是男人。女人虽然劳作最多，却没有发言权。
他们完成的只是维持家庭运转的基础劳动，而男人掌管的是象征性权利，这是社会给予他们的特权。阿卡族村中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火堆，火堆是家的中心，也是权力的象征。男人坐在火堆边的位置最高，被认为是主位。吃饭时，男人先动筷，女人和孩子等在一旁，等他们吃完才能上前分食剩下的部分。这种秩序自祖辈延续至今，没有人认为不合理，因为在阿卡族的观念里，男人是天生的主，女人是附属。在阿卡族的信仰体系中，男人被赋予了与灵界沟通的职责。每当有人生病或村中有丧事、婚礼，主持仪式的都是男性，他们念咒、祈福、驱邪，被认为能与山神、祖灵相通。表面上，男人的生活悠闲而轻松，事实上，他们也承受着来自传统的另一种束缚，必须维系家族尊严，维持族群仪式的延续。长老们终日谈论的是谁该继承祭祀的位置，谁要主持下一次清灵仪式，哪家的儿子应当娶哪个村的女孩。权力在他们的语言中流转，却从未流向那些真正支撑生活的女性。这种生活方式并非出于懒惰，而是一种被习惯与文化共同塑造的社会逻辑。在阿卡社会中，劳动与权力的分配长期被视为自然法则，男人无需质疑，也不必改变，他们只需在仪式中维持地位的存在。于是，他们的日子就这样被烟雾、闲谈和仪式填满。在山间的阿卡村，下午时分，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：几个男人坐在竹屋门口，阳光斜照在他们的脸上，膝盖上摊着破旧的收音机，断断续续地传来老挝语新闻。偶尔，他们抬头望一眼远处山坡上忙碌的女人，神情平静，没有愧疚，也没有感激。那是他们所熟悉的秩序，一个由时间固定的生活结构。然而，在不远的边界另一侧，中国云南的阿卡村男人们早已改变了这种生活方式。他们中不少人外出打工，经营民宿，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。女人也不再是无声的劳动力，而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。老挝的阿卡男人似乎仍停留在过去，他们守着传统，也被传统所困。傍晚，山雾再次从山谷升起，男人们收起收音机，添上木柴，火光映在他们的脸上，平静的几乎没有表情。屋外的女人还在洗锅、喂猪、照料孩子，火光之内与之外，仿佛是两个世界，却共同维系着这个部落的生存平衡。在阿卡族，这种平衡被称作天定的秩序，它让男人稳坐主位，也让女人永远弯腰。在阿卡族的家庭中，火堆不仅是取暖的工具，更是家族秩序的象征。男人坐在火堆的东侧，女人则坐在靠近门口的位置。这样的空间划分看似偶然，却已延续了数百年。每个家族都围绕火堆生活、吃饭、交谈、传承信仰，也围绕火堆维系权力。老金是村里的长者，60多岁，皮肤被烟火熏得黝黑，声音沙哑。他的一生没有离开过山。他说自己见证了这个家族的成长，也见证了女人劳作、男人沉默的几十年。每次提到变化，他的回答总是简单：山没变，人也没变。这句话在村里几乎成了箴言。然而，他的儿子包金已经开始有不同的想法。包金比父亲年轻时更懂得算计，他知道虫草、银饰，甚至游客带来的钱能改变生活。他试着下山卖货，也想让儿子去镇上的学校读书，可包金却觉得学习是没用的，土地才是生存的根。包金的儿子小江是家里第一个走出山村的孩子。10几岁那年，他背着破书包去了离家几十公里外的镇上，住在亲戚家上学。那是他第一次看到电灯、汽车和电视，也第一次意识到山外的世界比传说中更复杂。可他在学校里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，他的口音、衣服，甚至皮肤颜色，都让他成为同学间的异类。他成了全村的骄傲。邻居们来看他，老人夸他会写字的人，父亲在火堆旁笑得罕见的开朗。可等众人散去，老金又叹了口气，他担心读书会让孩子忘了山，忘了祖先的规矩。
这种代际之间的矛盾，在阿卡族几乎每个家庭都存在。老人守着传统，认为秩序不可动摇；中年人渴望改变，却又担心失去根；年轻人憧憬外面的世界，却不知路在何方。教育、迁移、贫困与信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这个部落微妙的张力。也许在未来，小江真的能走出这片山林，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。可对老金来说，无论他走得多远，火堆的光始终会在山里亮着，那是属于阿卡族的家，也是属于他们命运的原点。在阿卡族的村庄，信仰就像空气，无形却无处不在。人们相信山中有灵，树木有魂，家中火堆的火焰也寄宿着祖先的意志。每一次出门劳作，每一次播种与丰收，都离不开祈祷与仪式。即便今天有些年轻人已经知道科学，听过电台里的新闻，但他们仍会在重要的日子里向山神献祭，因为那是从祖辈开始就流淌在血液里的习惯。村里的祭祀多由男性主持，男人们身披黑布，头戴兽骨，口中念着代代传下的咒语。火堆中央燃着新砍的木柴，女人们站在远处低头等待。她们不能靠近祭坛，也不能触碰祭祀用品，碗、刀、鸡血都属于神圣之物，只允许男人接触。村民们说，这是祖先定下的规矩，女人一旦破坏，会引来灾祸。阿卡族的信仰体系以禁忌维系秩序，而这些禁忌最深的作用在女人身上。女孩成年后，必须学会戴上厚重的银饰头冠，那是身份的象征，也是一种枷锁。她们不能随意摘下，更不能在父母生日那天梳头或换饰，否则会被认为是诅咒父母早亡。有人曾因忘记这条规矩被全村指责，甚至被迫举行赎罪仪式，屠一只鸡埋进门前的土里，以安抚被冒犯的灵。这种禁忌渗透到生活的每个细节。女人睡觉时要避开火堆的正前方，生理期不能靠近厨房，也不能跨过男人的衣物。她们从小被告诫，女人的身体不洁，容易惹怒山神，于是她们习惯低头沉默，不敢随意笑闹，不敢与外人对视。信仰带来了秩序，也铸成了无形的牢笼。对村里的男人而言，这是一种保护传统的方式，而对女人来说，这种传统意味着一生的束缚。阿乔说，他一生中最害怕的事情不是生病，不是劳作，而是做错事得罪神灵。那种恐惧不是迷信，而是一种被文化塑形后的本能反应。与老挝相比，中国云南境内的阿卡族早已走出了这样的禁忌。节庆时，女人依旧会戴上银饰，穿上传统服装，但那是为了庆祝和传承，而不是为了顺从。年轻的阿卡女孩可以上学、拍照、开网店，头饰成了装饰，信仰成了文化。她们保留了形式，却抛弃了束缚。而在老挝山中，这些禁忌依然具有绝对权威，没有人敢轻易打破。信仰让阿卡族在孤立中延续了几百年，它是他们与自然对话的方式，也是在贫瘠中寻找秩序的依托。可当外界的现代化浪潮缓慢涌入时，这套体系开始显出裂缝。年轻一代逐渐学会质疑，他们看着电视，接触外来人，开始明白神并不总会惩罚违背规则的人。然而，信仰不会在一夜之间崩塌。对阿卡族来说，信仰不是选择，而是生存的一部分。正如他们的土地无法轻易离开，女人的禁忌也被时间紧紧缠绕在命运里。在地图上，老挝北部与中国云南只隔着一条细长的国境线，但这条线却像一道看不见的时光裂缝，把两个同源的阿卡族分隔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同样是阿卡人，在中国境内的村寨里，山路早已被柏油覆盖，太阳能灯点亮夜晚，孩子穿着校服去镇上的学校，年轻人会用智能手机拍照聊天，妇女穿上传统服饰接待游客，把银饰和刺绣变成手工艺品卖给外地来的旅人。而在老挝的山里，村庄仍沉睡在旧时的节奏中，女人光脚走在泥路上，男人靠火堆取暖，夜晚的唯一光源是劈柴燃起的火光。经济的差距、
首先体现在生活方式上。云南的阿卡人有了稳定的农作与旅游收入，能在市场上购买盐、油、药品和布料。老挝阿卡人依旧依靠山林自给自足，偶尔靠卖木柴或手织布换取一点钱。他们对现金的概念模糊，对市场几乎没有依赖。有人说，老挝的阿卡族就像生活在半个世纪前的云南，一切都被时间滞留。这种滞留不仅在物质层面，更体现在观念与社会结构上。中国境内的阿卡人早已脱离原始的父系权威，家庭结构趋于平等，男女共同分担劳动，孩子接受教育，婚姻逐渐自由。而在老挝，父系制度依旧牢不可破，村落的权力仍集中在男性长老手中，女人的劳动被视为天职，受教育的机会寥寥无几。这种差距的根源不仅在于国家发展的速度，也在于交通与政策的阻隔。云南的阿卡村连入了电网、公路与通信系统，政府扶持少数民族经济，教育与医疗资源逐步改善。老挝阿卡村则被山脉层层包围，通往最近的镇子要步行数小时。国际援助偶尔到来，但大多停留在短期项目，无法改变根本结构。然而，即使在同一片山脉下，文化的延续仍表现出顽强的相似。无论在中国还是老挝，阿卡族都坚信祖灵守护着家园，火堆象征生命，银饰代表尊严。不同的是，中国的阿卡族将这些符号转化为文化展示的载体，而老挝的阿卡族仍将其视为信仰的基石。一个是传承，一个是依附，一个通向未来，一个仍栖居在过去。有趣的是，这种差距在年轻一代身上显得尤为突出。云南的阿卡青年会唱流行歌，穿现代服饰，但仍在节日里跳起族舞；而老挝的阿卡青年则在山林间砍柴、放牛，偶尔听到收音机里的外语歌曲，却不知其意。尽管生活差异巨大，但两地阿卡族的命运仍有共同的焦虑：如何在现代化浪潮中保留身份。云南的阿卡人担心被过度开发，文化沦为表演；老挝的阿卡人则害怕失去信仰，成为被时代抛下的一群人。一个在变中寻找根，一个在守中盼改变。在边界另一侧的云南，阿卡人的孩子已经能上中学、进大学，有人学会拍短片记录村庄，也有人经营民宿、教授外语。那些故事有时会被外国媒体报道，成为少数民族发展的典范。而在老挝的阿卡村，这些事听起来就像神话。教育成了决定命运的分水岭，懂得文字就有了离开的钥匙，而不识字就只能继续弯腰劳作。小江说，他最怕的是被迫辍学，学校离家太远，费用太高，家里劳力太少。母亲希望他留下帮忙种地，父亲希望他能出人头地，却又担心他走得太远不再回来。当夜幕降临，村里的火堆再次点燃，老人围坐在一侧，讲着祖先的故事，孩子们在火光中写字、画画。火堆的光在竹墙上闪烁，仿佛时间被拉长，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摇摆。阿卡族的命运也许就像这火堆的火，不能太旺，也不能熄灭，它必须在微弱中持续燃烧，才能让这个族群在风雨与时代的夹缝中延续。未来属于那些还在努力点燃火光的人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。